阿浩，打算啥时候出海？老罗主动迎上前，给他打了一支烟。罗叔，天气这么好，你咋没出海？嗨，昨天下午船上发动机不对劲，将就着开了回来，这不正在修吗？淡水岛作为0号起家的小岛之一，似乎被系统的运气值播种过一样，反正那边上的资源就是比其他地方好一些。阿浩，听说淡水岛周边要建啥水上乐园，那地方可是快财地。罗叔，大海大着呢，咱也不能一直指望那一小块。放心吧，等到开发的时候，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保证不比那里差。老罗一听悬着的心放下，嘴角再度咧了起来。阿浩，村服务公司有搞头吗？罗叔，这事我可做不得准，反正我是投了几百万进去，不仅把这段时间赚的钱全撂了进去，还贷了一部分款。听他这么一说，老罗咬了咬牙道：行，那我买个1%的股份。0号微微吃惊，虽说村服务公司估值不高，但也有3000万了，这1%可就是30万的本，老罗家底还挺厚的嘛。我2个儿子一年也能带回来3、4万块，之前家里还存了些，这段时间淡水岛也有10来万的进账，呵呵，还能拿得出来。罗叔，村服务公司不说多，2年之后，1年1000万的利润，我觉得还是能挣的。1000万一个点分红就是10万块，3年回本肯定能干的。老罗得他一言，顿时更加坚定。三人骑着车来到了镇上，老猫等人已经在等了。这是船员最齐的一次，全船8人，启动机器，大船这才缓缓驶离港口。阿浩，咱还是沿着之前的线路。0号愣了愣，突然想到什么，打开系统面板，有个54点，而幸运值下的小箭头指向的是正南，拿起旁边的笔有意识地扔了一下，刚好笔尖指向的是正南。猫哥，往正南开。老猫面上抽了抽，阿浩，咱别玩笑成不？放心吧，就往正南开。0号出了舵室来到外间，此刻天还没亮，大家3、3、2、2的坐在甲板上吹牛。阿和呢？阿成撸了撸嘴，指向船头。0号来到船头，发现这小子正歪在一边，已经打起呼。起来，回舱位睡去。夜里本就冷，而且海面还有风，睡在船头不是找洞吗？哥，我就眯一会就行。去吧，能睡3、4个小时呢。见0号面上没有怒色，阿和这才起身回了舱柜之中。船行了一会，0号看到了不远处自己村的灯塔，他再度来到舵室对老猫道：猫哥，再驶出2海里，我们就下网。阿浩，这里还属于内湾，而且水深不足30米，估计没啥货。0号挠了挠头，猫哥，你相信我不？老猫不会了，也跟着挠了挠头。阿浩，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把附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我知道，你只是提醒我，没事，就按我说的来吧。他并没有怪罪老猫，相反，这是老猫难得的好品质，不会一味的逢迎他，每次都把自己的看法和现实情况给说出来。2人聊天的功夫，也到了0号所说的大概位置。下网。老猫通过喇叭提醒，不一会，林平也跑到了舵室。猫哥，这还是内湾，不用在乎是不是内湾，听我的。哦，那就听你的。林平也不愿意再争辩，老猫再次提示下网。夏守柱和阿成2人快速来到船尾，先将网囊扔入海中。一切弄好之后，大家又可以休息了。时间差不多，该起网了。当网囊出水的时候，大家原本面上的紧张，再度的变成了惊喜。眼前的这一网，网囊满满当当的，看上去至少有个3吨的样子。老猫都有点喜极而泣的感觉，妈的，这种丰收的感觉终于又回来了。阿浩，你就是神仙啊！你咋就肯定内湾这次肯定会有货的？哈哈哈，可不能说我是神仙，太冒犯神灵了。我顶多算个半仙。众人见他说的调皮，皆附和着哈哈大笑起来。阿浩，第一网你来，咱争取来个开门红。好，开门红。0号上前，随着开门红3字落下，绳子也被拉开，下一刻海货巴巴的砸在了甲板上。卧槽，咋是这玩意？我天啊，怎么这么大？我去，好多！大家的惊呼声不绝于耳。林平在舵室看到网囊上来时，难掩心中的激动，也快速跑到甲板上瞄了一眼。赛里姆，咋都是这玩意？别傻愣着了，拿带网的筐子，大家快点分拣。老猫提醒还在那傻乐的众人快点干活，又看向0号道：阿浩，接下来还是往正南。0号打开系统面板，系统实时幸运值只剩下11点，也再没了箭头的指示。见他不语，老猫犹豫一下道：要不你再回舵室扔一下笔。0号被他给说乐了，笑着摇头：一天就一次，再多就不灵了。毛哥，要不我们折道向东吧，还在浅水区拉一网，刚好能回到以前的航道，然后再往深水区拉。行，听你的。你现在就算让咱把船开到岸上去拉，我们也听你的。众人再度大笑。猫哥，这虾蛄咋这么大？这和咱常见的口虾蛄不是一个品种，但具体叫什么我也不清楚，我们本地就叫它猛虾蛄。眼前这虾蛄，随便挑一只都接近于成人的手腕那么粗了，长度更是达到了20多公分以上，平均单只的重量估计都有1斤，看着很过瘾。0号打开系统面板，
便看到了普及。鸡兔猛虾菇，虾菇科猛虾菇属，产于南海内湾沙泥底部，较稀少，估值100元以上每击。听到这个估值，林浩双眼一亮，这一网就能入账40万。大家注意一点，被这玩意弹一下，能把手扎穿了。对了，把有膏和没膏的分开，价格有悬殊。猫哥，这个应该比我们平常捕的那个虾菇要值钱吧？你要是年前问我，还真不知道。巧的是，我过年时去了一趟市里的海鲜批发市场，看到有海鲜店在卖这个，挂价有膏的是210块，没膏的175块一斤。这么贵？阿策跟阿杰几乎异口同声，随即双眼冒光地看着面前堆成的小山。天啊，这哪是虾菇，这分明就是钱堆起来的呀！那个猫哥，这玩意你吃过没？老猫给了他一个我就知道的眼神，随即笑着摇头。没吃过，不过这玩意我听说生腌很过瘾。又到了起网的时间，开船的成了老猫。没一会，网囊出水，1吨多的样子。林浩上前一把将绳子解开，这一次网里的东西好像被什么东西阻了一下，居然网中有网。我天啊，这什么怪物？船上几人看着甲板上的海货，全部都愣在了原地。这林浩略有些吃力地抱起两尾中那尾更大的，然后面向舵室的位置。下一刻，老猫像是屁股中箭一样来到了近前。我天啊，这是啥？鱼其实并不算大，40斤的样子。关键是那浑身金黄色的鳞片啊，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刺的人都有些睁不开眼。大黄鱼。老猫终于哆嗦着说出了口。哈哈，猫哥，这么大的黄鱼见过没？老猫头摇得像拨浪鼓，40斤的大黄鱼，他连听都没听说过呀。还活着，有方便带吗？没有，只有蛇皮袋。蛇皮袋太糙，万一刮着鳞就麻烦了。这样，回仓柜拿我的衣服来，用衣服裹一下。阿策一听便往仓柜里跑。妈祖保佑啊！这样的海货都让咱碰着了。老猫虔诚地说了一句，这才动手用衣服将鱼给裹了起来。他亲自将两尾鱼放进了冷库内。上来时，一巴掌拍在林浩的后背，吓得他一跳。阿浩，还是你的运气好啊！你一上船，咱不管啥样的好货都碰着了。你咋想起在浅水区往回再拉一网的？我看啊，你还真快成了半仙。哈哈哈，猫哥，半仙还是算了，一听好像那些装神弄鬼玩把戏的人。众人心情大好。接下来半个小时，这才开始整理剩下的鱼货，居然有不少的刺鲍鱼。晚上啥也别吃，刺鲍鱼煮粥，这玩意的鲜味没得说。刺鲍鱼大概有个300-400斤的样子，再就是牛尾鱼和龙利鱼。阿浩，进来一下。喇叭里传来老猫的声音。林浩进到舵室，老猫便问道：接下来往东南，网还拖不拖着？林浩看了一眼水测仪，现在也才不到40米的水深。猫哥，这次迟点下网吧，就往东南方，水深过50，我们再下网。那大概要2个半小时，你让他们抓紧时间拣货，弄好之后分班休息。这次就5天时间，今晚就不歇了。行。等到货品差不多，林浩开始安排人休息。我跟阿和留下来，到时下网就行。大哥，你带着大家去休息吧。林平点头，便召集众人回了仓柜。要是还困，你也进去补觉，等放网我再叫你。哥，我不困了。阿和笑着道。两人坐在船头上，阿和递了一支烟给他，帮着点着，犹豫了下才问道：哥，你咋不问我昨天干啥了？问个屁！阿和，你也长大了，不管干什么之前都要想清楚自己有没有承担这件事所产生后果的能力。你也20了，要是真喜欢平平的话，今年就先把婚定了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奶说干脆明年结婚。对了，我的生烟，阿和，去冰箱把东西拿出来，咱去舵室和猫哥一起喝下午茶。吃饱后，林浩换下老猫，自己开船，阿和则坐在一边，陪着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哥，你说我要不要在市里买套房子？平平家里要求的。那倒没有，我记得你之前跟平哥说过，市里的房子早买早好，反正我手头上还有不少钱，就想着买个一套放着。那你就买。对了，碰到合适的门面房也可以考虑，到时租出去也不错，但千万别买商铺，那玩意坑人。商铺和门面有啥区别？门面房一般沿街，商铺则是综合体的一小块，门面有独立产权，而商铺大多只有捆绑产权。还有商铺的好坏取决于主体经营的情况，受限很大的，你不用太懂，记着就行。林浩想着，这次回去也该提醒大哥一句，让他多买2套房子。哥，咱的小船咋办？先放着吧，我估计大哥是不愿意开小船的，不然这次船上人员满编，他也没提不跟着的话。反正不急，马上村子要发展，需要用小渔船的地方多着呢。听到此话，阿和眼珠子一转，哥，要不我把林鹏的那艘船也买来？他们要卖？你堂叔年前就放出风说要卖，不卖放在那生锈呢。不过他家刚经历那档子事，人家都嫌不吉利，所以一时连问价的都没有。林浩想了想，还是摇头道：阿和，那一家不好搞，你就算想买一艘小船，还是让你奶帮你再问问吧。老猫检查了一下船况，
再度回到了舵室。阿浩，我听阿平说你在村里的摊子铺的可不小。猫哥，我还正想找你们商量呢。我这用的人挺多，就想问问你们家里有没有合适的人手，工资不高，但活不重，胜在稳定。针对这个话题，三人又聊了一会。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5点左右，也该起第3网了。林浩跟阿和已经开始起网，没一会网囊收起，随着绳子拉开，众人都懵逼了，因为堆成小山的一样的收获全部黑乎乎的。卧槽，小管，全是小管！所谓的小管，北方有些地方叫海兔，也是枪乌贼的一种。不止，还有鱼，这是什么鱼？阿杰捡起一尾，鱼不大，全身是灰褐色，带有白色的条纹，有点像3刀和10雕的杂交品种，身体胖胖的，较宽但并不长，也是好鱼，16枚来着。所谓的16枚是本地的称呼，这种鱼学名叫横带滋鲷，属于近海底栖性鱼类，常在水深30至60米的范围内活动。快点分拣！林平笑着蹲下身，还不忘提醒众人一句。到了12点左右，阿成开始做宵夜，林浩一边吃一边打开系统，幸运值再度爆发，今天居然有89点，箭头指向的是西南方。起网！林浩自告奋勇地来到船头，没一会，网囊升起，大家齐齐一正，看上去只有1吨左右，算是这一趟最少的一网了，比之前好多了。林平自我安慰。林浩笑了笑，老子今天手握89点的幸运值，就想问一句大海，你怕不怕？我来解吧。当绳子拉开，下一刻哐的一声，网兜中一个大家伙落下，砸在甲板上发出巨响。没事，是海龟。随即又看了一眼落在海龟肚子上和四周的渔获，货不多，但都是好货来着，大家快点干活。说完便快速回了舵室，众人纷纷上前，颇为新奇地看着仰躺在甲板上的海龟。乖乖，真大！这玩意好像犯法吧？想什么呢？这玩意有灵性的。海边人很讲究这些的，一般要是在海边碰到大龟，捉回来后不仅要好好养着，还要请先生选黄道吉日，用钱铺地，将其完好的放生。行了，干活，把鱼弄完，咱把它给放生了。山蚌居然都是山蚌，这玩意可值钱。所谓的山蚌，自然是本地的一种俗称，其学名叫蓝点笛鲷，是笛鲷科笛鲷属鱼类，具备极高食用价值的鱼类。阿和，帮忙把它翻过来。两人合力才将海龟给翻了过来，这家伙至少有个300斤的样子，龟壳的长度大概在1.23米，宽度则有60-70公分，呈不规则的圆形。至于龟壳是什么颜色，已经看不清楚，因为上边早已被藤壶给占满了。阿和，拿把刀来。阿浩，这玩意真犯法，杀了也不能带回去。林平听说要刀，赶忙提醒，还有一点他没说，这么大的龟肯定有灵了，不能杀呀。放心吧，大哥，你看他背上背着这么多东西，肯定很重，我给他减减担子。没一会，阿和拿了刀来，林浩趴在龟背上，手中拿着刀，一时之间有点无从下手。给你铲背上的藤壶，你要觉得疼就动一下，动静别太大了。其他几人已经忙完，都站在周边看着林浩刮藤壶。我说下网啊！林浩想到了系统提示，对着大哥道：大哥，你们去下网，顺便跟猫哥说一声，调度西南。片刻，老猫走了过来。阿浩，再往西南方就是之前咱碰到的那个海沟了。猫哥，我就感觉西南边肯定有货，你说我们要不？行，听你的。林浩笑了笑，再度专心给海龟铲起了藤壶。他利用这个功夫看了下系统，棱皮龟背上带着棱起的竖线，因此得名。它是所发现的海龟中体型最大的，目前发现有长度超过2米，重800公斤以上的，而眼前这一只才300来斤，估计还是青年呢。我也算是日行一善了，你要是真有灵性，就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以后要是感觉身上不舒服，就来找我的船，我只要还在海上混，对你背上的藤壶永久之宝，哈哈，终身之宝我可不敢讲，你这家伙太能活了，我干不过你。终于将最后一块藤壶扣下来，他在龟壳靠头的位置轻拍一下。好了，自己能不能翻下船？不行，我们只能把你丢下去了。龟头倒是伸了出来，而且还扭头看了眼他，四肢也伸出壳，但就是不动。哟，咋的？还不满意？林浩叫来阿和，两人用力将海龟往船舷边推了推。下一刻，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海龟不但没走，又往回爬到了林浩边上。大哥，你太大了，我不能养啊，而且养你，国家就得养我了。海龟把前边一只爪子伸到了他的脚面上，轻点了几下。林浩愣了愣，像是反应了过来。阿和，帮忙把这家伙再翻过来。弄好直接扔海里就行，伤不着他的。两人海龟再度翻过来，这才看清，原来他的前爪上挂了一根鱼线，鱼钩已经勾到了他爪子底下的部位，鱼线也紧紧地缠进肉里。微微皱眉，又叫阿和拿来剪刀。有点疼，你可得忍着，要是缩爪子，我可没办法帮你。林浩小心地捏住鱼钩，用力将鱼钩先取了下来，接着又接过剪刀，一点点地把勒在爪子上的线挑起剪断。整个过程，海龟不仅没缩爪子，而且还做到了一动不动。这家伙真有灵性了。
林平看得目瞪口呆。妈祖保佑！林浩把鱼钩和线清理完之后，又不着痕迹的用手在受伤的部位轻抚了一下，脑海中打开的系统永久幸运值蹭的下降了200点。两人又合力把海龟翻过身，众人一起上手将其抛入大海。等到海中的涟漪消失，下一刻原地一个小脑袋浮现，接着便是巨大的龟壳。海龟跟了足有近10分钟，这才渐渐下沉离开。接下来我们肯定会有好运气。对，肯定会有好运气。林浩笑了笑，看了眼众人道：“这一网要拉到早上5点，大哥，你们去睡一会。”众人这才回了舵舱。5点钟，天色微微亮的时候，林平洗漱过后，来到舵室换班，准备起网。随着鼓鼓的网囊被吊起，船上再度响起惊呼声：“兄弟们，发财就在这一网了！”卧槽！随着一声国粹出口，大家纷纷后退。甲板上，一条长度2米左右、比成人腰身还要粗的怪物，还在不停地窜动着。深海出怪物，咱以后还是在水浅一点的地方拖网吧。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当口，鱼堆居然有了动静。下一刻，一尾大家伙探出了脑袋，身子也慢慢的钻了出来，跟成人的腰身差不多了，极为可怖。魔哥，这是啥？是油坠，是油坠，好货来着！听到好货2字，船上没一人高兴，这玩意看着太瘆人了。油坠能长这么大？我们原先深海钓有个老板钓上来一尾80多斤的，当时我也觉得那是最大的了，没想到今天这2条随便一条都比那个大。猫哥，想办法直接跳进小货舱里吧。老猫点点头，他找到一捆绳子，把绳头绑在竹竿上，往油坠的嘴里塞。等到油坠咬死后，像牵牛一样拖拽着往小货舱走去。大头在这里呢。林浩笑指着甲板上的渔获，这是啥鱼？好漂亮啊！确实颜值很高，大大的金黄色眼睛，略显丰满的身躯，再加上全身赤红的鳞片和鳍，怎么看都比那些红色的锦鲤要更好看些。大眼鸡，卧槽，这大眼鸡怎么都长这么大？好像不一样，大眼鸡的眼睛是黑色的，这鱼的眼睛是黄色的。就是大眼鸡，不过不是我们常见的品种。林浩班夜间一网的时间会拉长到5个小时左右，白天也近4个小时才起网，而此时网囊也已经被吊在甲板上。我操，这一网咋这么肥？谁来拉？快一点！要都是值钱货就爽大了。我天啊，爆网了啊！正在开船的老猫也一脸惊喜的出了舵室，对着众人大喊：“别傻愣着，快点解开，看看是啥货！”柱子搓了搓手，笑着走上前，用力一拉绳结。赛里姆都是琵琶虾。阿杰哥，你盗用我们的方言。阿成看了他一眼，格外严肃的说了一句：“轰天，咋都是琵琶？不对，不是琵琶虾，这是海战车来着，哈哈，比琵琶虾还值钱。”魔哥，这玩意也聚群吗？聚群肯定是聚群的，但跟龙虾的习性差不多，通常待在深海岩礁。咱这是碰到了迁徙的大军，有可能。我跟阿浩之前就碰到过一次倾泻聚群，就跟捡的似的，但是第2天再去就没有了。管他哪来的，上了船就是咱的，兄弟们干活。猫哥，这玩意有讲究吗？论个头的分3个规格，2斤以上的、1斤以上，还有不足1斤的就行。老猫回应一句后，正打算回舵室，又想起一事。阿浩，海沟这边基本算是到头了，水测仪显示也才110米的样子，咱要不回头再拉2网？猫哥，往东北方，我们回到收获山帮的那块区域，我估计能拉2网，刚好到那边休息。老猫很干脆的答应，回到舵室开始钓象。大哥，这个是用筐装，还是直接倒货舱里？直接倒进中间的活舱，里面好像还是空的。我去把增氧器打开。我去，还有这好玩意呢。阿成是典型的土拨鼠性子，居然从一堆虾中发现了一尾鱼，而且还是个大家伙。石斑，这是吸星斑。阿成和阿和用力的将鱼从馋虾堆里完全拖出来，才看到这尾鱼是真的大。虽然长度1.23米左右，但足够圆润，典型的石斑鱼体型，重量肯定是破百了。不是，我看着像龙趸。先别管是什么鱼了，弄到冷库去吧。一切弄好，阿成煮了宵夜，除了带的咸鱼，还蒸了腊肉和腊肠。阿浩，你咋不喝点？我要职业，让大哥喝点吧，我也没啥瘾头。今天猫哥和阿平哥说你在村子里铺的摊子要人是不是？对呀，柱子哥有好人选推荐。我爹娘都在家闲着，我爹之前种过茶，听说你也要种茶，他俩可以过来帮忙，管个3顿饭就成。那可好，我就缺有一技之长的，你回去和叔婶好好商量，工资我都照付，这个你不用推辞。那2人拿1份工资就行，不然我就不让他们过来了。柱子哥，到时再说，你不用陪我，吃完就去睡吧，我下午可是睡了近7个小时呢。行，那等回去休息时我们再说。柱子刚走，林平红光满面的来到舵室，递了一支烟给林浩。你要还是困的话，可以再睡会，我一个人也行。不用了，你没喝多吧？半斤酒就多了，那我以后也不用喝酒了。大哥，家里现在存款也有100来万了吧？差不多，你要用钱，回去我拿给你。我不用，
就算要用你那100来万也不顶事。林平长叹一声：“阿浩啊，你这折腾的太猛了。去年这时候口袋里挤不出2个钢镚，现在都是几百万的玩。算了，你有把握就行。不说我的事，大哥，我的意思是，钱放在那会贬值的，你就没想着做点投资？让你嫂子再买黄金。”林浩一怔，随即点头：“也行，但那玩意升值的有点慢。我之前跟你提过到市里买房子，你和嫂子没商量好。你嫂子多少有点顾虑，还说也没见你买房子。谁说我没买？你啥时买的？我咋不知道？”林浩本能地看了眼外表，这才压低声道：“龙涎香，我出手了。”林平瞪大双眼，同样压低声问道：“多少钱？”总共卖了有2000多万，我在京城一口气买了11套房子，那箱是你帮我抬回来的，所以有1套房子是你的。等啥时候去京城，到时我过户给你。这么多，我天啊，咋这么值钱？林平面上先是惊，随即又是喜，好一会似乎才反应过来林浩后边的话。那玩意是你的，房子我不要，我自己能买。林浩面上抽了抽，很想告诉大哥，你现在存的钱还不够在京城3环内买一套稍微像样点的房子。我很看好地产业，国家正在宏观调控，接下来几年会有大量的热钱进入地产行业，房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阿浩，建那么多房子卖给谁啊？大哥，我给你算笔账，我就前段时间听了报道，说去年全国有3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他们才是步入城市化的主力军。我们就算70%本就是城市人，那也有近100万本是农村孩子，这些人自然不会再回家耕地，所以肯定会留在城市。考虑到稳定，那么一套房子是必不可少的。林浩说了很多，从大学生毕业讲到中国的丈母娘群体，一通下来，林平终于坚定了买房的决心。我信你，你说我买2套怎么样？多多益善，家里留点应急的，剩下的可以全买了。买一套大一点的，以后可以给阿远留着，剩下的不用买太大，满足刚需就行。最好是学区房。这个话题告一段落，林平又想起一事。爹跟我说，你打算把村里的山全包了，我那片你直接拿去用吧。这事我不管，爹现在是总经理，他负责。他要是给你钱你就拿着，他要是不给你也别跟我急。两人大笑起来。大哥，你歇会，我下去转转。事情说完，林浩就出了舵舱，先将船四周检查了一遍。林浩探头看了一眼海面，却见不远处好像有个大动静，他也看不清，黑乎乎的，好像有东西往这边靠近。近了些才看清，原来是一只大海龟。难道是自己白天救的那只又受伤了？不会吧，这家伙也太悲催了。你这家伙不走，到底想干啥？咱俩语言也不通啊。刚说完，他就轻咦了一声，因为看到了海龟的嘴里好像衔着一个东西，也将头尽量的往外伸。就在他扭头的刹好，通过船灯的反光，林浩看到了一抹金光一闪即逝。他心思一动，找来一个没用的蛇皮袋，套在抄网里面放了下去。大兄弟，把你嘴里的东西放在我的抄网里面，你要是做得好，改天我介绍几个新朋友给你认识啊。好像对方是你的天敌，动不动一尾巴就把你抽上天了。不过不要紧，有我在，大哥帮你撑腰，胡子是不敢对你动粗的。话说你今天几岁了？有没有谈女朋友？对了，你是公的还是母的？海龟很有灵性，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头伸进了里面。再次露出来时，嘴里衔着的东西已经不见了。林浩以最快的速度把抄网收回，手伸进去一阵的寻摸，终于在底部摸到了一块金属质感的东西。阿浩，你在干啥？身后传来大哥的声音。林浩不及细看，顺手将东西塞进自己的口袋。大哥，白天救的海龟又过来了，你帮我去拿几条小鱼来。林平嘟哝了一声，还是进了冷库，拿了有2-3斤的杂鱼虾。林浩接过，便一点一点地抛到海龟面前的海面上。海龟吃东西的速度很慢，至少和胡子比是这样的。可惜不能养，要是能养倒是可以带回去。算了吧，在大海里，它虽然要面临危险，但也更自在。林浩一边喂海龟，一边对着他道：“给你起个名字吧，你这么大个头，叫强森咋样？不喜欢老外的名字，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大壮吧。大壮啊，你要真有灵的话，一定要记得保佑我们出海平平安安的。看到鱼群记得通知我一声。放心，我也是个懂人情世故的，帮一次忙3斤的鱼虾怎么样？”林平很想笑自己弟弟幼稚，但有了胡子的前车之鉴，他又不好意思笑出来。好了，记得以后家人要是受伤或是需要清理藤壶，就来找我，我这人好说话的。似乎是知道该分别了，海龟再度靠近了少许，在他的眼面前缓缓地游了几米，然后渐渐地引入深水之中，直至完全消失不见。他要是真能听懂你的话，倒是真带着几百上千只海龟来，咱啥活也不用干了。他真有这灵性的话，我就专门买艘船，雇几个人帮他们清理藤壶，又怎么样？林平笑着摇了摇头，回到了舵室。他知道这是自己老弟，可不是说着玩，是真能干得出来。他才将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是一枚橙黄色的金币，金币的一面是头像，看上去像是个老外，底下有一排的拼音字母，看上去像是英文，另一边则是徽章，整体像是一个盾牌，中间像是一只站立的鸟，而在徽章的下方则是一个数字1868。
应该是金币制造的年份，这么一算，距今也有近140年了。林浩回到了舵舱，陪着大哥聊天，不知不觉到了凌晨2点，就听到旁边的水面传来一阵的水声，好奇心让他走到了船舷边，然后下一刻他就震惊了。我操！只见灯光所及的范围，之前网住的那只大海龟再度浮现，而它边上跟着大大小小，至少有100个以上的海龟。我就说一句客气话，你这咋还当真了呢？这么多，我得刮到啥时候去？你这家伙一点不经斗。不过当他仔细一看，发现他们还挺懂事，每只都没有空着嘴，好像都闲着一枚之前的那种金币。林浩找来刚刚用的抄网，海龟很轻易地将金币放进了抄网中，等将所有的金币全部装进去，然后小心回到仓柜收好之后，他再度来到外边，对着没有散去的海龟群道：先小后大，小的我用抄网，你们千万别乱跑。林浩说着，便用抄网抄上来一个，找来刀便开始铲起对方背上的藤壶，彻底清理干净，接着开始第二个。我天啊，还以为你在捞鱼呢，咋这么多？林平见林浩一直拿着抄网，不时伸出又收回，本能以为他在捞鱼，出于好奇便走了过来。这一看，他同样震惊不已，入目全是浮在上面的海龟，那是相当的壮观。阿浩，这得刮到啥时候去？大哥，帮着一起弄吧，争取天亮前弄完。林平点头，找了一把刀也蹲下身开始弄，差不多2个小时，小的已经差不多，剩下的抄网来捞有点吃力了。林平回到仓房，把手抛网拿出来。阿浩，不会跑吧？试试吧，真跑了我们也没办法，我就算跳下海，这么重的玩意也举不上来的。林浩又对着一直在近前游动的大壮道，跟他们说一声，不会伤害他们，太重了，只能用网打上来。林平也没管他在干啥，扭腰便开始撒网。真神奇，他们真的不跑，太灵性了。大哥，你弄大的，我弄小的。两人简单一分工，林浩拿着抄网专门对付小的。5点钟左右，老猫起床也看到了这一幕。咋这么多海龟？毛哥，我们处理了2/3，这里算是少的了。现在海面上看到的可比之前少了很多，但就这也足以让老猫震惊了。听说是主动上门请求搓澡的，老猫更是惊奇，也感叹了一声有灵性。毛哥，拿刀给自己和家人积福。老猫一听顿时来劲，赶忙找了一把刀来，矮下身挑最大的就铲了起来。每一只海龟铲完，林浩都会用手轻触一下，给他们注入一丝系统的幸运值，有的根本用不上，有的则会消耗几点到几十点不等。乖乖，这家伙太灵性了，真知道谁对他好啊！收毛，开始干活。阿和跟阿杰将毛给拉了上来，老猫则回到舵舱启动机子前，还刻意问了林浩今天往哪个方向。往东。林浩打开系统，先是看了一眼箭头，只是回复了老猫，接着又惊喜于今天的幸运值82点。饭后太阳也渐渐升起，阿晨带着几人开始清洗船上带的筐桶，而柱子则被老猫叫到了舵舱，给他讲授驾船的经验以及一些小故障的处理。猫哥，水深水浅对拖网作业的影响大吗？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叶缸的长度、渔船发公机的马力，还有网的大小之类的。就像之前我们在海沟拖的梁网，发动机更吃力，油耗自然就更高，所以一般都会选择水域较为平坦的地方来拖。那什么对拖网的影响最大？水流啊，柱子你要记着，顺流不拖网，流速过快不逆拖。先说顺流，流速会影响到船对网的拉力，很有可能导致网不能完全打开，影响作业是必然的。逆流时，如果流速过快，船是顶流作业，消耗巨大不划算。讲解了一会，老猫让开位置，柱子上手，他则在一边指导。之所以这么用心，是因为老猫之前听林浩说过，是打算把柱子当船长培养的。至于会不会教会徒弟饿死自己这个师傅，他一点都不担心，他相信林浩的人品。再则林浩要订一艘更大的船，到时自己肯定要跟着去远海的。猫哥，差不多了吧？通知齐网，我去通知一下，就不叫平哥跟阿浩了。叫醒吧，他们没进仓睡，就是不想错过齐网。老猫说完，便用喇叭通知齐网。今天13了吧？咱还有明天一天作业时间。林平叹了口气，心中有些后悔。大哥，明天下午咱就返程回家过节吧。明天再说，要是收入好，咱要不就15再回。林浩没有坚持，收入好的话，他也不愿意回去。大哥，我有个新发现，不能带这么多人。如果过段时间只有2-3天好天气，咱2人开船到这边来转转。什么发现？林浩看了眼甲板周边的人，林平瞬间了然，不再追问，不过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叫上老猫吧，没一个老手跟着，这心里多少没底。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老猫也是可信之人。林浩叹了口气，所谓的可信之人，在面对巨大财富的诱惑之下，会不会有自己的小心思，谁都难说。到时再说吧。网囊已经随着吊臂来到了甲板上方，两个人也走了过去。等到网绳解开，看到哗哗落地的海货，所有人都懵逼了，全是河豚。虽然我也不清楚这是啥河豚，但肯定不是刺鲍鱼。阿晨检查了一下，郁闷地对着众人道：“他们所熟知能吃的河豚只有刺鲍鱼一种，现在咋办？还能咋办？全部扔回大海。”林浩有些不甘心，便拎起一尾细看，
正想接收系统的提示，却听老猫凑过来。虎河豚咋都是这玩意？见林平拿起一尾大的做事要扔，他赶忙制止。你干啥？这玩意很贵的。猫哥，你该不会认错吧？不会错，这玩意我吃过，不过也是奇怪，我们这很少见，倒是台湾那边比较多，靠东北的海域也不少。我们这也不是说没有，但我还没听过有成群的，太稀奇了。林浩来到船头站立，很想摆出一个坦泰尼克号的经典动作，可惜自己的露丝不在船上。他突然看到前边海面黑压压的一片，他以为又是海龟，结果一尾鱼好像是受了惊，猛地窜出水面。我操！鱼群看清是啥鱼了没？没看清。平哥，船上有手抛网。不行啊，船在作业，手抛网不好弄。快给收鱼的人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这边看到了新的珍贵鱼群。平哥，这海上的信号也不好啊，没法儿打电话。用我这个打，可以卫星通话，在偏远都能联络得上。之前不也让你去左下角领吗？我以为假的，没想到还真有。跟你说了多少遍，怎么还不信？我这苹果15 Pro Max 就是在左下角拿的，不过我只看到苹果，没看到华为啊。华为得在我的左下角才有，现在还升级了福利，除了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各8000台之外，还准备了3000台华为 Mate X5，先到先得。快教教我怎么领！直接点我的左下角下载，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升级完成任务后，华为苹果就能随你挑了。我也去搞一个。林平很急，这鱼群就在眼前，而且看上去鱼都不小，看到又没办法捕，可不急吗？老猫也跑到船头看了眼，好像是黑面干。猫哥，这鱼贵吗？还行，价格应该能在15块左右。大家还在遗憾，差不多可以起网了。当网囊出现时，现场众人齐齐地惊呼了起来。卧槽，咋全是黑面干？之前看到浮出水面的，看来只是一部分，大头还在底下啊！他自认是老渔民，啥大风大浪也见过，就没见过拖网还能抱网的，太神奇了。网接着往上收，吊臂也挂上网囊，两边同时收，看能不能凑合着上来。这个方法还真可行，只能先将网囊吊起，将里面的鱼倒出一部分，再把网吊起，将网中爆出的鱼再控进网囊之中。卧槽，这是啥？猫哥，是蓝鳍金枪鱼，这玩意能进拖网也是神了。老天似乎觉得给他们的惊喜还不够多，所以接下来吊臂一抖，居然又倒出一尾更大的。这么大的鱼，太过瘾了！发财了，妈祖保佑！看着足有近2米的长度，圆滚滚的身材，至少也不低于400斤了。而这一尾在一共捕获的5尾中，显然是最小的一尾，最大的一尾体型甚至比这一尾还要大上1倍左右。咱这运气真是好到没边了，拖网船捕到一群蓝鳍金枪鱼，这牛够吹一辈子了。还是阿浩哥的运气好，上一次咱们出海，大家运气。几人忙完累的都不怎么想动，阿策开始冲洗甲板，阿晨和柱子又得忙着做饭。阿浩，饭后可以收下一网了，歇一会吧，刚刚那阵子都累坏了，等到翻页再收网。今晚你跟阿平好好睡吧，我们来作业。翻页收一网，到时就拖着往家的方向走，咱争取明天中午的时候能到家吧。下午把鱼卖了，咱都能回家过个节。老猫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头同意了。约莫4点钟的时候，林浩和大哥就相继醒了，上到舵舱，发现阿和正在陪着老猫聊天。猫哥，我来开一会。老猫点头起身，阿和便下去甲板。老猫知道一会就要起网，就在旁边坐着打起了盹。阿浩到哪了？林平走了过来，我来开，你通知其他人起来收网吧。林浩没有上前解绳子，他正在打开系统面板看今天的幸运值是57点。让他惊奇的是，居然没有箭头了。难道系统又出 bug 了？片刻，他想到一种可能，那就是自己现在拉的这一网就是幸运值所代表的方位。绳结打开，渔获随之落下。又是大眼鸡？什么眼神？这个眼睛虽然大，但还是比不上大眼鸡，而且鱼也瘦好多。大家熟了，阿和也不在意的对了一句：“哦，那这是什么鱼？我也不认识。”阿杰直接翻了个白眼，能得跟个豆子似的，搞半天也是个文盲啊。林浩自然也不认识，不过不要紧，他现在有童子了。是鲈形目发光雕科，又名红鲈、红臭鱼，生存环境80减负200米的沙泥底部，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我想起来了，这是黑猴。黑猴，这鱼也不黑啊，红红的挺喜庆。阿杰一脸的不解，林浩也有点懵，自己系统已经给了提示，这是赤鲈，又叫啥红鲈的，怎么又蹦出一个黑猴？这种鱼里面的镀膜全是黑的。老猫说着拿起一尾鱼，掰开鱼嘴让众人看，你看，从嘴下部就已经全是黑的了，所以叫黑猴。也有的地方叫腹黑鱼，这鱼现在很少了，也就偶尔能钓着1-2条。没想到让咱碰到了鱼群，听说是好鱼，大家自然都挺高兴，连份捡也更有劲头。本就不多，所以1个来小时就结束了战斗，也该准备回去了。天色已经大亮，这一趟又是满载而归。阿浩，
差不多快到村码头了，你要不先联系一下东哥？林浩开始编辑短信，说自己回来了。林浩很快收到了陈东所回的信息，上到码头，看着迎上来的陈东，他的目光一直落在其身后。别看了，我没通知阿雪，她不知道你们回来了。大舅哥，看你这话说的，我就是提前上来和你打个招呼。没皮没脸，我搞不过你。单子呢？接过单子，陈东吃惊的嘴张得老大，好半天才回神。真有虎河豚。我去，东哥，你识货呀？滚蛋！说正经的。对了，这 LQ 是什么？蓝鳍金枪鱼啊！你逗我？你们是拖网船，又不是深海延绳钓。见林浩面上不似作伪之色，他又忍不住惊呼：真有蓝鳍金枪鱼？不是，这后边写的数字1、2、3，一共有5条，你是怎么捕到的？大哥，你是不是先联系安排出货呀？这么多货，你冷库放得下吗？陈东低头把单子又仔细看了一遍，越看面上的喜色越浓。林浩想着中午大家还没吃饭，打算去买点包子给大家垫垫。刚走到，陈雪手里拎着好几样吃的，也在买包子。见他过来，便笑道：我正打算过去呢。你咋知道我们没吃午饭？猜的够不够？林浩刚接过这丫头买的，陈雪便一把抓住他的手。咋回事？被鱼刺扎了一下，明天就消了。我哥跟你说了没？他这2天在市里看了2、3个店面，都蛮适合的。本来要带我去看看，我又不懂，所以就说等你回来。你决定就行，我听你的。可是我不懂啊，这事就你来定了，不准推辞。林浩笑了笑，便和陈雪并肩来到了码头。林浩将吃的分散给众人，阿和跟阿晨在押车，顺便到收购站帮忙卸货。谢谢嫂子，谢谢嫂子。陈雪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叫姐。忘了，谢谢学姐。林浩正想笑，结果扭头发现驶过来2辆车，而车上下来的人似乎认识。东哥忘了几样货。啥？2条大黄鱼，1条金钱龙趸，2条油坠。没事，这货我家里就能消化得掉，不用联系人。你确定？我去。你是姓林吧？还认识我吧？赵继北上前打断了陈东的话，看向林浩笑道：哟，赵总，还真是巧，你今天怎么来这里了？有什么事吗？赵继北一指正在下货的渔船。小林，你和这个船的船东熟吗？赵总问这些有事吗？我看卸了有不少鱼，5条先生看中了一些，你要是认识就帮我介绍一下。这不巧了，船老板就在这。他打算正式介绍一下林浩，结果他话刚说完，林浩赶忙接口，一指陈东。没错，这位陈总就是我们的船老板来着。陈东有些懵，这跟自己的剧本不一样啊。而一旁的陈雪则在捂嘴偷笑，心中暗想：林浩这家伙又逗人，太坏了。陈总发财，这一船的收获可不得了。等一下我挑几样，价格嘛。放心，我们陈总做生意出了名的童叟无欺。赵总放心，价格好说。赵继北含笑点头，这才回到了5条先生面前，又跟对方低声汇报去了。到时价格便宜点。不是，你怎么老说船是我的？没看到是之前那人啊，给我可乐金的仔说船是你的，因为你心比我黑，更舍得要价。你要不会聊天，咱就别聊了。玩笑，大舅哥别生气，等一下带你看好货。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烟，又给边上站着看热闹的众人每人打了一根。陈总，就看你一人发财了。咋就有这么好的运气？每次出去都这么多货。陈东呵呵笑着，心中则想：格局啊，一定要打开。不一会，陈东已经和赵继北沟通上了。片刻，2辆车相继开走了。等所有的货卸完，林浩和陈雪2人肩并肩往收购站走。你明天好好在家休息1天，后天我们去市里。要不明天你来我家过节吧，我明天一早来接你。陈雪一听也有些异动，接女方过节很正常的，本地也有这样的习俗。那我回去和阿娘商量一下。不用你说，等一下我跟咱爹说。那是我爹，不要脸。说着便到了收购站。陈雪知道他还要忙，回来后便直接上了楼。阿浩，还有这么多好货，你单子上咋不写失算啊？这要是拍卖肯定会引起轰动的。不行，我得再通知几个老板。陈东看到了油坠和大黄鱼后，那是懊恼的不行。东哥，咱说话得凭良心，我刚说了，单子漏开了几条鱼，你说不要紧的。你忘了其他的不要紧，这种好鱼咋能忘？陈东去旁边再度拨起了电话，赵继北笑盈盈地走过来。小林，你是这家的船工啊？对，我是船工。那等一下，我看中的货你跟你们老板说一声，咱也是老熟人了，给个批发价。那肯定，赵总放心。没一会5条的选好了，挑了有几只海战车，1尾最大的虎河豚，还挑了1尾蓝鳍金枪鱼。片刻，陈东过来，相继过秤，海战车5只11斤7，那尾最大的虎河豚18斤半，蓝鳍上秤后是755斤。海战车180块1斤，虎河豚260块。至于这尾大蓝鳍，咋就不论斤了？1尾就算。陈东正想着报什么价合适，却见林浩接口道：东哥，赵总是熟人来着，你就别开高了。此话一出，赵继北看了他一眼，满意的点点头，却听林浩接着道：就按180万吧。这价格一出，赵陈2人的双眼都瞪大了。
赵继北走到他近前，低声道：“小林，你耍我是吧？”赵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尾鱼谁买都得200以上，我帮着你砍价呢。赵继北都被他气笑了，索性也不搭理他，看向陈东。陈总，120万我要了，怎么样？陈东摇了摇头，伸出2根手指，200万。陈总，生意可不是这么做的，120万已经够高了。赵总，我这都是客户，您要是不要，我就让给他们。陈东说完，长叹一声，还是松口道：“算了，给小林一个面子，就180万吧。”赵继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他又不是笨蛋，哪还看不出？但两人现在就是吃定了他。行，我要了。赵继北走的时候，还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浩，威胁的意味很浓啊。林浩笑笑，正在陪着陈东应付那些老板。阿浩啊，那2尾大黄鱼我都要了，你看什么价格合适？冯总还记得我？你这话说的，上次那个生蚝珍珠可是帮了我大忙。听说你和阿东的妹子订婚了，到时买首饰去我店里，老哥说送你一套，那是假话，保证不赚你钱，这是真的。冯总人挺不错，这话说的也极为真诚。我倒是想去您那，就怕您不赚钱，我多不好意思。真见外。冯总，我的货都是东哥卖，大黄鱼的价格你和东哥商量吧，商量好后再说。冯总拍了下林浩的胳膊上，这才转身去找陈东。陈总，这2条油坠说什么你都要匀我1条。这么大的油坠，我要说2条都要不合适。这样大黄鱼那尾大的我要了，油坠大的也留给我。阿东，金钱龙趸是我的。对于陈东来讲，现在还真是幸福的烦恼。哎，早知道我就少通知几个老板，但大家都是我陈东的朋友，我通知这个不通知那个总该是不好。大家要不先坐下喝杯茶，我先把手头上的货处理了，我们再好好商量成不？几人虽说很急，但也没法子。现在典型的卖方市场，一家货百家求。林浩陪着上了2楼，在厅中给几位老板泡茶，顺便陪他们扯淡。阿浩，要不还是上次那办法吧。阿东那些货没3个小时忙不完，你牵头我们来搞这个。林浩想了想，微微点头。恰好此时陈父下来，林浩请求他帮着看一下，便下去和陈东商量。东哥，不行就竞标吧。通知他们来，我就是这么想的。我故意让他们耗一耗，果然他们自己提出来了。那咱商量个底价。2人一番商量，林浩又想起一事。对了，那鸡尾蓝鳍咋弄？我联系了人，能一口吃下，估计最多还有半小时就到了，你放心吧。那尾最小的留下。对了，你认识分割金枪鱼的人吗？让他带着刀过来，再带点打包盒，多少钱我付。不是那么大的家伙，你要留下来自己吃。东哥，叶总几人要分点，之前一直说补到好货送他们1点，一直也没表示过。再有现场的几个，到时人家没进到货，带一份走也有面子，你说呢？陈东本以为他馋嘴，现在听说要送人情，便掏出电话打了起来，片刻挂断。市里春见，他们采购我熟，也说饭店里有个大厨会，过后会带刀过来，分1尾1000块，那边交给你了。陈东指了指楼上，你问一下这些通货的老板，他们要不要参与？别到时卖了，人家说没通知。知道了。林浩上楼跟几位老板说了，来到前厅，接下来就是称重环节。大黄鱼2尾，1尾44斤1两，1尾27斤3。看到这个重量，众人还是齐齐惊呼出声。我天啊，大黄鱼能长44斤？我之前听人说有人捕到过46斤的。林浩没有搭茬，阿成跟阿和帮忙，又把油坠给称了，2条分别是173斤和131斤，金钱龙趸重166.6斤，很吉利的一个数据。而此时几个通货的老板也来了，不管是不是一定要拿，也都想凑凑热闹。林浩把与陈东商量的底价告知了众人，又给每人发了几张便签纸。各位，实在不好意思，货大家都想要，咱也只能采用这个办法了。底价呢，我写在这，大家随心吧。15分钟时间吧，大家可以跟家里人商量一下。15分钟后咱收纸条，大家愿意和旁边的老板沟通商量，我是无所谓的，只要不低于底价，我就取一个最高值。各位请。说完，为了不打扰他们，林浩索性离开了。约莫这时间，林浩又回到了厅中，气氛有些诡异，居然没一个聊天的。各位老总都好了吧？那我说一下，放心，就当着诸位的面打开，绝对公平公正。林浩把纸收上来，他也只公布了最高价，如果有异议的可以现场验票。各位老板，油坠大的那条齐总报价最高，小的那条杨总报价最高。接着金钱龙趸被一个酒店的老板一块拿下，最后便是大黄鱼，2人协商的底价是44斤的那一尾25万，27斤的那一尾10万，最终2尾全部被冯总拿下了，真是财大气粗啊！大黄鱼2条，大的那条冯总报价48.8万，小的报价19.8万，全部是最高价，恭喜冯总，也谢谢各位的捧场。结果一公布，冯总压抑不住爽朗的笑了起来，倒是其他众人个个叹息。各位稍等，我留了尾蓝鳍金枪鱼，稍后会有人来分割，听说这鱼新鲜的味道还不错，到时一人带点回去尝尝鲜。阿浩，把刷卡机拿来，咱先把钱付了。林浩叫来陈东，中标的几人相继刷了卡，
林浩把鱼打包装好，挨个递到众老板的手里。各位，我这人小气，也就这点，大家尝尝味，千万别嫌弃。不少了，就这一点，我们要去大酒店吃到正宗的，估计也得5位数。众人也纷纷表示领了情，送走几个老板，林浩再分拣鱼肉，叶总几人，每人分个5、6斤的样子。孙镇长也分点，再就是靳小工，这小子刚去市里，想着给他多分点，让他请所里的人吃一顿。陈家分了2份，另一份是给陈东老婆送给娘家的。刚刚分好，陈东便过来了。我明天一早要去市里，到时帮你送一下。那就太谢谢东哥了，我正头痛呢。明天我可不想再跑市里。行了，咱俩就别说这个了，这是账单，你先看看，我下去一下。收金枪鱼的老板过来了，你要不一起？林浩摆摆手，陈东则下楼，他拿起单子，正打算细看了起来，结果陈雪走过来，坐在了他对面，开始给他泡茶。也不知道多喝点水，你看你嘴唇干的都起皮了。林浩对着陈雪笑笑，便接着看单子。大虾菇也就是极土猛虾菇，5230斤，单价58块1斤。牛尾鱼243斤，42块1斤，计块。刺鲍鱼620斤，65块1斤。小管3240斤，32块1斤。石榴梅1410斤，38块1斤。蓝点鼻鲷，也就是山蚌，只有1290斤，开到了107块1斤。大木金眼鲷4820斤，单价62块。海战车一共捞了8320斤，单价122块。这一个品种就近100万了，啧。那吃点水果。陈雪泡好茶之后，又削了一个奇异果。刚削好便递到他面前，林浩看了眼没人，而是直接伸了嘴。陈雪用手喂进了他嘴里，边吃边看单子。虎河豚4270斤，245块1斤；徽昌740斤，58块；火箭鱿鱼2360斤，38块1斤；红油2550斤，单价32块；红鲈3100斤，单价96块；黑面干9947斤，单价18块；金骨鱼和红鲤鱼加一起6400斤，单价都是16块1斤。杂货虾菇之类也才5000多斤，合一起能卖个6万多点。天啊，这一趟居然赚了有600多万！不对，还有3尾大金枪呢，这也太多了。怎么了？没事。等了约有半个小时，陈东上来了，脸上写满了激动2字。猜3尾鱼卖了多少钱？你先告诉我重量。陈东看了一眼手中的小本子，报道1012 709 515，应该不低于300万吧？这不废话吗？我跟你说，那尾最大的就205万了。709斤的肥度一般给了110万，515斤比较肥，但个头小谈到100万。按你这么一说，我这一趟赚了1000万。我还没算总数呢。有，你算过了。我去，咋这么多？陈东也看清了底下的总和，加上3尾大鱼卖了415万，真过了1000万了。25米的渔船出去一趟能赚1000万，一趟赚来10艘船，妈的，这说出去谁信啊？阿浩，你的大船啥时候买？东哥，要不过完节咱去下市船厂一趟？行，到时候一起。把账清完，林浩开始算分润。这次陈东全部开的是他出货的价格，所以要扣除提的5%，再去掉邮费等其他开支。林浩嫌麻烦，就按1000万来算，去掉3个股东，还剩下5个船工，老猫跟阿晨是1%，剩下一起1.5%，等于说要准备35万的现金。陈父说新船补贴的15万到账了，合计980万，2成就是196万，每人转198万，因为零头还有近10万。剩下就是自己的，有个600万左右。林浩下楼把提成发了，老猫他们惊喜不已，没想到这一趟居然能卖到1000万的海货。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带上自己的海货，明天好好在家陪家人吧。老板元宵节快乐！众人笑逐颜开，怀揣巨款，每人一个蛇皮袋，里面又装着大把的生猛海鲜。这要是到家，面子里子都有了。借着最后一点光亮，众人都回了家。叔，我嫂子刚来电话，说她想阿雪了，明天想接着到家里去过节。陈父看了一眼陈雪，想着今年底就要结婚了，是该多过去走动一下，便答应了下来。啊好，你说那饭店的事打算什么时候弄？只要有店面，我随时都可以。东哥，这次打货款你直接打200万到阿雪的账上，作为酒店的启动资金，要是不够，到时咱再加。那行，我也打200万过去，有个400万，应该能把场子撑得不错了。商量好后，他们3兄弟也该回家了，如同往常一样，家里人都在等着他们。先回去洗澡，一身的鱼腥味，洗完过来吃饭。林安国说着，又对一边的老太太道：婶子，让阿和回去洗个澡，你留下帮着阿荣忙一会。林浩赶忙洗完澡来到了大哥家，阿和也到了，一家人坐桌上，他也将这趟的账给大家公布了。听说这一趟有1000万的收入，桌上突然安静了下来。那个阿平，再给我倒1盅。林安国觉得今天的酒很不错。阿平，我也再添半杯吧。没办法，1000万的收入太震撼了。老太太对于阿和要在市里买房子还是有些顾忌的，
就是觉得什么都没有真金白银攥在手里踏实。但现在嘛，又进账了近200万，孙子要买房子，那就买就是喽，又不是买不起。夏蓉也频频举杯敬老太太，她心中更美。对了，明天阿雪来家里过节。林安国一怔，随即点头，想了想道：包多少钱合适？你问阿奶，我不懂。行，吃完饭我们再商量。姑娘来过节，肯定要包红包的，是个态度。这一顿饭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天色才微微亮，林浩也没有再睡的心思。本地元宵节还是蛮热闹的，村里每年都会组织活动。别去太早了。林安国提醒了一句，便出了门。老罗看到林浩在练拳，便过来他家门口，给他递了一支烟，笑呵呵道：你小子这是打算上少林？那可不行，刚订了婚上少林，我爹估计先得给我投开票。你那新宅我看了，差不多算完工，打算什么时候入厝？还早呢，表面差不多，里面至少还得1个月的工期。罗叔，你家那边的房子啥时候动工？跟涂群说了，你这边完工，工人不撤，接着盖我家的。两人又聊了会，他正打算往大哥家，老罗又提醒道：今天菩萨出游，倒是别忘了供银。知道了，谢谢罗叔。老罗回了家，林浩便进屋拿了几百块装在口袋里，准备去大哥家。来到大哥家里，夏蓉已经知道他要去接陈雪。你该不会就空手去吧？林浩正想说自己安排好了，就见老朱拎着烟酒茶之类的走了进来。阿浩，你昨天让我准备的，记得给我转钱，概不赊账，多给你5%，算你小卖部的利润。进来啊，站门口干啥？开业的事准备好了吗？都好了。对了，我们招了一个收银员，一看到肯定会大吃一惊。林浩一怔，随即立马就猜到是谁了。严伟，你装了监控啊？咋猜到的？行啊，别扯淡，招就招了，别有优待，更不能亏待了人家，跟其他员工一样就行。18开业，你可一定要到场。林浩点头，知道他要去接人。老朱没坐一会就走了。你不吃了饭再去。夏蓉见他提着东西要走，赶忙问了一句：我到阿雪家里吃，昨晚说好的。林平跟他一块出门，看了一眼他的车，欲言又止。备用钥匙等我回来拿给你，你有事就先开着。算了，你再等2天，我这2天去买辆新车。先说好亲兄弟明算账，这车5万块，你别不给我。对了，嫂子同意你买车不？我和你嫂子商量过了，这车你也才开了没多久，就按30万折给我们。要的话就5万，不要就拉倒，我自己留着。林浩说完不再啰嗦，上了车出发镇上。都饿了吧？快吃饭了。你下午要送阿雪，还喝酒吗？过节就喝点吧，回去让阿雪开，把车停收购站，我走回来就行。说着接过酒瓶子，给老爹和大哥各倒了一杯。嫂子，你也坐下喝一杯。夏蓉笑着答应一声，打开一瓶饮料。阿雪，你喝这个。林安国笑着举杯道：这个节好，来一起喝一杯。阿雪，这也是你家，可千万别客气。我知道，叔叔。林安国笑着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递给他。这个别推辞，咱这的习俗。谢谢叔叔。林安国又掏出一个，递到了大媳妇的面前。你嫁过来时家里穷，现在我这个当爹的给你补上。爹，我还有啊。夏蓉喜笑颜开。拿着吧，来，动筷子吃饭。菜还是很丰富的，有香煎的金枪鱼肉，还有海战车。一餐饭吃完，林安国起身往外走，回头说了一句：我下午在村部值班，晚饭点才回来，有事你们给我电话。晚饭后，陈雪开着车，2人回镇上。明天咱去市里吗？行，那明天咱就去市里看看店面，我还想去趟下市看看船。真要买大的，那以后是不是得整年出去啊？不会的，以后的大船我可能1年跟着出去一趟，2、3个月吧。啊，这么长时间。2人开着车，聊着聊着便到了收购站，林浩便回去了。清早，林浩到了大哥家吃了早饭。嫂子，今明2天不用做我的饭，我要去趟市里，可能还要去趟下市。看船，真打算买啊？先看看没坏处，放心，我跟东哥一起去。林平叹了口气，便没有再说。至于林安国倒是觉得男人嘛，多出去看看没坏处，反正是也商量的差不多了。饭后，林浩回老宅拿自己的包，林平紧跟了2步。我俩一起，我也要去一趟村头。2人走在路上，林平看了眼附近没人，这才压低声道：阿浩，预报说了，3天后就有好天气，不过这次的好天气时间不会太长，2、3天的样子。你上次到底发现了什么？大哥，好东西，但我也不敢保证就一定还有，不过去看一下，我是不会死心的，等我回来再说。对了，大哥，你要有时间，看能不能买2、3套潜水设备。行吧，我抽时间来办。哎，咱爹给我安排一堆的事，今天还得带着人去后山开始圈地。大哥，让爹给你算工资，嘿嘿。找骂了是吧？况且就算给，1天也就50、60的。大哥，你膨胀了呀，50、60不是钱啊。啧，你这心态要不得。行了，快点滚蛋，路上注意安全。来到镇上，发现陈父在看店，他赶忙掏烟打了一支。叔，
我东哥呢？在超市那边，别急，坐一会，他马上就过来。林浩坐下，拿起壶先给陈父的杯里续满，这才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你爹昨天下午给了我电话，原本昨晚想跟你说的，但又担心太晚你还得走回去。我爹还知道迂回了，太难得了。林浩笑了笑，你爹说你的摊子铺得太大太多，所以就和我聊了几句，让您劝劝我。可能有这么一层意思，但他没有明说。我也跟他说了，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就算全赔了，又不是没东山再起的机会了。叔，你这话说的大气。这也是林浩喜欢陈父的原因。虽然陈父也觉得他有点激进，但陈父又能站在他的立场，理解他。放心吧，陈叔，我心里有底。他当然有底，他的底气源自于股市上几百万的茅台股票，来自于京城的11套房产。这些除了陈雪和大哥知道点，其他身边人可都瞒着呢。我相信你，你这孩子不是脑袋容易发热的性子，要是有缺口，就跟阿东说，去年投了房产，回笼需要点时间，所以大钱现在帮不了你，小钱家里不缺。叔，我可从来没把我自己当外人。陈父大笑，这也是他喜欢这小子的原因，不仅能很好的捧哏，说的每句话还都是爱听的。恰在此时，陈东和陈雪回来了，咱这就走。得到林浩肯定答复，陈东上楼拿了个包，陈雪看了一眼林浩，随即皱起了眉。你昨晚熬夜了？昨晚和我爹商量事情，商量的有些晚。正说着，陈东拿着包下了楼，三人直奔早先看的第二个门店。这是早期的纺织厂，前门是一排房子，从前门进去便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面是2层的大厂房，面积很大。主建筑后边还有一个小后院，能停5、6辆车子，整体占地面积有近4000平的样子。主建筑单层有1600平，你觉得怎么样？倒是我们一层划定2个大包厅，用于承办宴席会议之类，剩下的则是敞开式的大厅，2楼划定一个宴会厅，剩下的全部隔成包厢。林浩心里规划着，两边投入的400万还真的不一定够，但这样的位置，这样的布局，他是真的觉得不错。东哥，接下来就是招人装修这块。对了，这块租金问了吗？是棉纺厂的，可惜单位的人我不熟，不然晚上可以请一顿饭。林浩想了想，让陈东稍等，他先拨给了刘总。我倒是认识，但并不熟。这事你还得找老叶，老叶的大姨子就是嫁给了棉纺厂的2把手。这样，阿浩，这是我来联系老叶，你等我电话。好。当然，林浩也可以直接找棉纺厂按正常的途径来租，但对方本就是国营属性，以之前的尿性，想租一个好价格根本不可能。能找着正主？别急，刘总说叶总认识，正在联系。东哥，你带现金了吗？没有，不过在市里我能拿得到。你打算准备多少？10万吧。陈东二话没说，掏出手机就打了起来。片刻挂断道：“随时要，随时有。”你咋不说话？陈雪有些委屈：“我一点忙都帮不上。等饭店开起来后，可就指望你了。”林浩还待在说，手机响了，来电的是叶总。叶哥，行，地方你说，我这边就我和东哥，放心吧，不会让对方难做，就是想着简化一点流程。行，好呢，谢谢叶哥。挂了电话便对陈东道：“叶总订地方，到时我们过去就行。”不等陈东回复，他又拨通了阿和的电话：“在家吗？你到我哥家，冰箱里还有金枪鱼，看看池子里养的海战车还有活的没？虎和豚也带上2条，下午给我送市里来。”我们现在干嘛？东哥，你下午忙你的就行，我这边先去买辆车，现在开的这一辆我答应给我大哥了。行吧，酒店你们不用管了，我下午会顺便开好房间。陈东开车走了，林浩和陈雪只能打的，他要找陈老问问金币的事，昨天已经打电话约过。陈老，这是我老婆陈雪，家里人来着。哟，还是本家姑娘长得好啊，鼻为福星，鼻透丰隆，鼻翼饱满，有帮夫运点之象。承您老吉言。陈雪也有些不好意思的道了声谢，陈老便迫不及待道：“拿出来吧。”林浩从包里先拿出了1枚金币，放在桌上。哪来的？林浩又掏出1枚递给他，微微摇头。陈老戴上眼镜细看了看，微微点头：“是真的，材质和工艺都对。”陈老，这是哪一国家的？法国的，你等一下。陈老起身，就在旁边的书柜上翻找起来，片刻拿出一本书，翻阅片刻，指着其中一个图案：“看看，一模一样啊。”有点区别，那就是你手上的尺寸偏大，而书上的尺寸偏小。仿制的。陈老摇摇头，笑着道：“你要综合去考虑，法国的金币怎么会在咱附近的海域？”不等林浩再问，他又解释起来：“你再看这上边的铸造日期，1863年，那个时节法国占领了越南。如果我所料不差，这是法国在越南铸造的，在运输过程中船只触礁沉没了。”说完，他又拿起一个小电子秤，称了一下重量，但没在35克的样子。那现在这个市场认可不？国际市场应该有人会收藏这个，国内就太少了。你要是打算出手，我可以帮你问问。那就麻烦陈老了。
陈老摆摆手，拿起一枚细看，片刻压低声道：“如果很多的话，那就融了吧。少部分流通还行，多的话，一方面短时间出不了，其二会引起他人的注意。”陈老把手中的金币递给他，他笑着没接。一枚不值什么，您老留着玩吧。陈老笑了笑，并没有推辞。林浩叹了口气，妈的，到底要不要去寻宝呢？这要是真找到一堆的话，还是个烫手山芋。夏氏船厂目前是全省最大的船厂，来之前县船厂的老罗打了个招呼，所以他们刚到大门口，便有人来接他们。你们要订一艘75米的船。说话的人姓骆，是船厂的销售部门负责人。说实话，我们船厂也没建造过此类大型船舶的经验，一般这类船只的订单都是交到了日子或棒子的船厂。骆总，您就说我们有没有这个技术？我们需要多请几个技术专家，到时共同来研究完成。好。林浩暂时没有这么多钱，双方自然不可能坐下就谈，所以都是表达了双方的意向性。船厂总经理也来了，表达了对于造这种大船的决心和希望。谈妥后，三人就离开了夏氏。回到家之后，没见着大哥和老爹，只有嫂子在家。嫂子，我大哥呢？在后山，咱爹也在那边。林浩正想去后山，就见大哥跟老爹两人结伴回来了。那个潜水的我买了，放在镇上东哥家里，你看到没？没，买了就行，咱明天。林平算了一下时间，我们明天晚上走吧，刚好后天一早到那块位置，能在那待个1天半的样子。行，大哥多带点绳子，有铁链更好。林浩和大哥商量，还是打算把老猫跟阿和给叫上一起。阿浩，咱直奔那里大概要10个小时，夜里3点多左右吧。魔哥，你就不问这次是去干嘛？正想问来着，这一趟又不下网，烧油可要不少。寻宝，我发现那地方有宝藏，当然也有可能啥都没有，但不管找不找得到，魔哥咱都不能。放心吧，啥该说啥不该说，我心里清楚。最好我们回来能拖一网，一是贴补邮费，二是掩人耳目。甲板上听到寻宝，阿和的表现与老猫截然不同，老猫心中是不看好的，阿和则激动的嗷嗷直叫。林平买的潜水设备是需要下水人自己背气瓶的，研究了一番，几人又相继的穿上试了试，感觉也就那样。咱都不专业，到10下潜的深度不能超过15米。我听他们捞海的人说，能潜到30米、15米，是不是？毛哥，这是听我的，咱这一趟说白了就是碰运气，有的话咱得了一笔意外之财，没的话咱也不是不能过日子，没必要冒险。老猫的话说到一半，就被林浩给打断了。夜里1点钟，林平在开船，林浩看了眼系统幸运值，天啊，居然有99点的幸运值。大哥，快到了吧？还有1个多小时，夜间作业部。夜里就算了，虽然有潜水灯，但危险会增加，咱还是天亮再找吧。不管找不找得到，咱就1天时间，天黑后就回家。又开了1个多小时，林平开始放慢船速，看着远处小岛的轮廓已经显现出来，片刻主发动机完全停了，利用惯性往小岛的方向又靠近了少许，这才抛锚。还可以靠近点。算了吧，大哥，就在这，天亮再说。林平也没再坚持，往船头一歪就闭目开始养神。等一下，2两一队，我跟阿和一组，毛哥和我大哥一组。下水的人必须要系安全绳，感觉到不适，千万不要勉强赶快上来。预估着点时间，20分钟左右就上来一趟。老猫跟大哥两人非要第一个下，两人穿好潜水设备，用2根尼龙的绳子，一头拴在腰间，另一头则拴在船舷上，中间的长度为200米。准备好后，两人又各背了1个网包。记得时间。林浩跟阿和各自看着1根绳子，一旦绳子出现快速的抖动，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开收。绳子约莫出去50米的样子就不怎么动了。等了片刻，阿和惊喜道：“哥，猫哥和平哥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林浩看这样子，感觉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林浩又开始烦躁起来。说好的20分钟就上来，这都过去半个小时了。哥，要不我下去看看？林浩摇摇头，正打算自己背个氧气瓶下水。下一刻，两人相继的浮出了海面。猫哥、平哥，底下有啥？阿浩，你猜我们在底下发现了什么？林平一边兴奋地嚷着，一边拉着绳往船的方向靠过来，先后将两人拉上船，这才发现两人身上的安全绳已经解了，拴在了网包上，而网包还沉在水里呢。有什么？老猫嘿嘿一笑，自己看，好东西。林浩跟阿和也不再啰嗦，往回收绳子。当将网包收上来时，林浩看着里面装的东西哭笑不得，阿和则是惊喜不已。卧槽，这海参真大，还有这鲍鱼，哥，比我们之前在防波堤上抠的可大多了。平哥，底下多吗？林平听得阿和问，点头如啄米一般。多，密密麻麻都是。乖乖，这小岛底下暗礁的资源太好了，估计也没人过来讨过海。我还看到了龙虾，底下的礁石缝里都是，就是徒手不好抓。再下去带个超网，估计能捕点龙虾。对了，我还碰到了海胆窝，全是马粪海胆，
这玩意的价格可不比海参鲍鱼低。说起来收获是真不错，两人下水有半个来小时，全是好货，至少值个2万块了。但林浩不爽啊，这一趟可是来寻宝的，没看到沉船或者破碎的木箱之类。两人齐齐摇头，一下去就碰到了这些，哪还有闲工夫瞎转悠？林浩那个心累啊，想说一句眼皮子真浅，但这是自己亲大哥，如果找到沉船，随便一枚金币可就是3、4千了。要是再有点稀奇的石斗，你敢想？我跟阿和下去吧。哥，咱也下去抠海参鲍鱼吧。别啰嗦，给我找木箱子和沉船，感觉不舒服就早点上。林浩一跃跳下了海水，顺着附近转了一圈，结果一无所获。估摸着也将近有半个小时，他拍了拍阿和，指了指上方，示意可以上去了。船上两人也看到了他们，开始往回收绳子。阿浩，找到了吗？你俩咋跑这么远？200米的绳子都快拉直了。等两人上了船，林平也看清了空空如也的网包，犹豫片刻还是道：要不接下来的时间，咱就轮流弄鲍鱼吧。那一块清空，我估摸着回去最少也能卖个10来万呢。林浩犹豫了一下，还是坚决摇了摇头。猫哥，启动船只，咱稍稍往东一点。见他不听，三人的面上都有些郁闷，但又不好反驳。林浩自然明白大家都怕空船回去，便给大家分析起来。大哥，猫哥，咱这趟来本就是寻宝的，我早先就做好了空军的准备。再就是底下的鲍鱼、海参这些，我想着这就是他们的窝，只要不受到大的惊动，暂时是不会消失的。等于说，下一次咱们来，他们还会在，那咱这次捞下次捞也没啥区别，不是？阿浩说的对，下次船上人多了，再提寻宝的事就不合适了。行，那我开船，咱换块区域接着找。林浩正郁闷着呢，结果下一刻不远处一个黑色的背影渐渐地浮出水面，他仔细看了一眼，确认自己没看错，兴奋地拍了一把旁边的阿和，快去舵舱，告诉猫哥船先别动。说罢，他就来到了船头，对着黑影的方向摆手。大壮，这里，我在这。海龟停止游动，伸出长长的脖子，似乎是在确认林浩的身份。下一刻，果然快速地滑动了过来。好家伙，我还以为你换水域了呢。林浩大喜。大壮，之前的金币哪捡的？能不能告诉我？对于他就这样跟海龟沟通，其余三人也没有丝毫的嘲笑。大壮自然没办法用言语回复他，不过似乎是真听懂了，扭头往东看了眼后，居然又在原地转了个圈。我先下去看看。阿浩，还是拴着安全绳吧。不用了，给我一个救生衣，我就顺着岛边上转着看看。这样吧，毛哥，你开着船离岛稍远些，跟着一起转圈，确定我停了下来，你看能不能靠过来？林浩只背了一个氧气瓶，跳下海水。对方好像还挺喜欢林浩的亲近，往他的身边游动了少许。走吧，我下半辈子到底是吃肉还是吃糠，就看你的了。林浩手在大壮的背上轻拍了拍，大壮像是得到了命令一样，缓缓地挪动转身，然后便往东边游去。下一刻还回头看了一眼他，似乎是在示意他要跟上。游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林浩来到船边，他先解下救生衣递给阿和，把负重带给我，绳子也给我拴上。接过之后绑在身上，林平紧跟着也跳下了水，来到大壮所在的地方，也跟着潜入水中。大壮的速度明显快于他，等他潜入海底时，发现大壮已经趴在一个木箱的上边。林浩甚至看到了箱子边上光线折射所发出的微弱金黄色。林浩拾起一枚金币放在了网包里，林平点点头，也跟着捡拾了起来。半个多小时后，两人这才上浮，示意阿和跟猫哥拉自己上去。当两人回到甲板上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阿浩，找到没？林浩指了指网包，老猫大喜，这是金币，咱真的找着了。我去，这么多！猫哥，我看看这有多重？10多斤有了。核算多少克来着？现在1克好像140块左右吧。我天啊，真发财了，这得值！阿和愣了半天，还是没算出能值多少。按15斤算，这里就值100来万，可不发财了。两人双眼冒出的光，比金子散发的还要亮一些。猫哥，大头在后边，赶忙把绳子拉上来。一听此话，老猫愣了一下，随即更是大喜，赶忙要去拉绳子。他快，阿和比他更快。不行，强拉会把网包拽坏。等一下，我下水。老猫说着便跳下了水。林浩和大哥也上前帮忙，4人合力才将箱子给弄上岸。这有多少？老猫面上全是金色，说话的声音也打起了抖。加一起肯定破100斤了，这箱子不能带回去。阿浩，扔那个海沟。林浩点头。老猫正想去发动船只，又给他叫住了，因为他看到大壮再度往船边游了过来。怎么了，大壮？船上可没有你吃的。不对，海参你吃不？我给你拿2个。林浩的话还没说完，发现大壮再度往东扭头，如同上次一样，扭完头便在原地打转。他这是啥意思？林浩强忍着喜意对三人解释。大壮好像还想让我跟着他走，我跟过去看看。三人皆是大喜，慌不迭的点头。林浩如同上次一样，穿上救生衣跟着大壮。正如他所料，很快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木箱，而这一箱打开后，居然全是金砖，大概1公斤1块的样子。打捞上来一数，刚好100块。
看到大壮又一次露头，大家都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阿浩，这咋一段一个箱子？到底啥情况？当第3个箱子的金砖捞出来时，林平有些不解道：“估计是船在行驶中出了问题，当时他们不得不减少配重，估计是主动推下水的，想着等以后再来打捞。至于为啥这些东西还留在这，我就不清楚了。”哥，大壮又来了。林浩其实很累了，但这样的机会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放弃的。妈的，活着干，死了算。阿浩，你定好位置，我跟阿和下去捞会，你别捞了。林浩点头，又拉了3箱出来，一箱里面全是玉器，第2箱又是金器，最后一箱最完整，居然是橡胶包着木头打造的箱子，怪不得还没腐。当箱子打开，发现里面还有防潮层。有病吧？几块烂木头，居然还包得这么严实。林浩拾起一块木头看了一眼，入手的感觉并不像木头，稍用力捏，似乎还能感到一丝弹性，最主要的是有一丝的黏黏感。沉香肯定是上等的沉香，不然也不值得专门用这样的箱子来装。这是沉香。我感觉也是，先不管了，回头我找个人看看。至此捞上来6个箱子，1箱沉香，1箱玉器，1箱金器，1箱金币，2箱金砖。要说值多少钱，林浩一下子还真估不出来。阿浩，够多了。林平走过来低语了一句，能在此时说出这一番话，说明大哥还是非常清醒的。咱下午就回去，刚好是夜里到家。阿浩，这码头夜里人也不少，村码头就相对清静些，咱还是停靠村码头吧。林浩正想答应，却见阿和一直水面兴奋道：“哥，大壮又来了。”看到大壮又是那一套动作，林浩长叹了一口气：“大壮，我们不能再捞了，不然会出事。”大壮并没有反应，还是在原地打着转，似乎催促着他快点下水跟上。要不我跟着过去再看看。林浩游的大概半个小时，大壮这才停下，还未入海底，他就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惊了，甚至都忘了呼吸。入目全是椴木船板，不远处一个长长的船木，应该是船的龙骨，而在船附近，大小的箱子散落一地，初一估量至少不下于100个。愣神了好一会，林浩浮现水面后，还感觉有一种不真实感。休息了一会，他再度下潜，光线折射边上有一个金黄色的反光，他以为是金币，便随手捡拾起来，结果入手还极沉，发现居然不是金币，一个四四方方的金块，这倒是奇了。没怎么犹豫，他就揣进了怀里，最后再看一眼附近的景象，心中暗叹了一声，便转身往船的方向游去。